一个农业用地仅占国土面积1%，90%以上食物依赖进口的国家，正在挑战看似不可能的任务，自己造饭。你没听错，这个国家就是新加坡，一座以高度城市化开放经济著称的岛国。就在一片高楼与科技金融中心之中，他们开始建设全球最高的室内垂直农场，并提出了30-30愿景，试图重新定义国家粮食安全。在供应链日益不稳定的全球背景下，这样的尝试究竟是疯狂的豪赌，还是未来农业和生存模式的范例？今天我们就带你深入揭开新加坡这个农业奇迹的秘密，一起探讨他们如何计划养活1000万人。30-30愿景听起来是个普通的发展目标，但新加坡要实现它，可以说是在被时间追赶。这是一个关乎生存的紧迫计划，其核心目标是到2030年，新加坡国内生产的食品要满足30%的营养需求。但现实中，新加坡90%以上的食品长期依赖进口，农业用地仅占国土面积的1%，任何努力都受限于极其稀缺的自然条件。为什么要如此急切地推进30-30愿景？疫情、地缘冲突、气候危机等全球性挑战，让新加坡意识到，即便是短时间中断进口供应，也可能引发民生危机。这不是一次理论设想，而是一场已经历过的生存压力测试。在这样紧迫的背景下，30-30愿景已经不是讨论能不能的问题，而是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。新加坡充分认识到，这不是一个宏大的期待，而是一个事关国家稳定的基础性保障工程。仅仅依赖传统农业的办法，新加坡显然无法实现30%的自己目标，所以他们选择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，把农业向天空发展。一座高达23米的垂直农场已经在新加坡落地，这也是目前全球最高的室内农场。垂直农场并不是为了破建筑进入，而是现实条件倒逼出的选择。在土地极为稀缺的情况，向上发展成为唯一的解决方案。新加坡的垂直农场不仅高度惊艳，技术更是极为先进。这里不需要阳光、人工光源和 LED 灯模拟植物生长所需的光照，不需要土壤，植物用营养液和种植机制代替传统土壤种植，不再靠天吃饭，借助 AI 控制系统，农作物所需的温度、湿度、水分和光照被精确调控。整个设施采用封闭的循环水系统，用水量远低于传统农业，却显著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。依靠这样的设计，一座23米高的垂直农场可以实现传统土地农场10倍到15倍的产量，年产蔬菜数千吨，且远不受气候条件的影响。新加坡的垂直农场已经不再是农业意义上的种地，而是一座智能制造工厂。它用能源、AI 系统和工业化的方式来掌控食物来源，为全球不稳定未来提供了一种前瞻性的农业解决方案。新加坡的目标并不是完全告别食品进口，那样的期待不符合现实条件。农业的高科技化和本地化并不是为了实现全面的自给自足，而是为了在关键时刻做到不被动挨饿。这背后是3大目标：关键品类不断供，价格波动可控；全球供应链中断时保持一部分底牌；蔬菜等容易本地化生产的品类是新加坡实现关键替代的重点。垂直农场的建设加快了基础食品的本地化能力。全球贸易出现危机时，这种核心的本地供应链可以保障城市的最低生存需求。新加坡的食品政策更注重效率，能本地生产的优先内部解决，不能本地生产的则确保进口渠道多样化。垂直农场提供的不只是一种高效农业解决方案，更是一种全新的生存策略。如果30-30愿景实现成功，那么它带给普通人的改变又是什么样的呢？首先，最明显的变化就在于粮食供应的稳定性。疫情期间，新加坡人抢购物资，导致超市空荡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。而垂直农场正好可以在极端情况下避免这样的供应危机。同时，蔬菜的价格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国际运输价格的剧烈波动干扰，这对控制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支出起到了重要的缓冲作用。不仅如此，垂直农业也正在带动新加坡农业相关产业的升级。今天的农业工人正在被更多技术岗位取代，包括环境调控的工程师、算法规划师等高科技人才。城市农业不再被视为落后的行业，而是未来领域的风口。对于一个高度城市化和教育发达的社会来说，这无疑也是一项具有长期利好的布局。更重要的是，当未来国际局势持续动荡，新加坡人或许不会再为明天是否有菜可吃而忧虑。这种革新不只是让你今天能吃得更好，而是在未来不确定中至少为你保住了一份饭碗。30-30愿景只是新加坡粮食安全战略中的一部分，而更大的目标和计划正在稳步延展。
除了确保蔬菜等基础食品实现更高的本地产量，新加坡还将目标对准了其他关键品类。从当前规划来看，到2035年，新加坡计划将豆芽、菌菇等纤维类食品的本地生产比例提升至20%左右，以强化整体粮食结构的稳定性。这些食品因其易于城市内生产以及高效率的资源需求，成为了未来本地化增长的重要突破口。在这些目标背后，是巨额资金的支撑与高科技项目的推动。新加坡政府通过 Green Fito 等专项农业项目，投入了约8000万新币，支持农业技术的持续创新，包括自动化生产水循环管理系统、AI 种植优化等尖端技术。对于一个国土小、依赖进口的国家而言，这些投入不仅仅是为了解决食品问题，而是彻底将农业纳入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，确保社会在面对复杂全球市场时，依然能守住自己的粮食底线。这不仅仅是种菜，而是一个国家安全与未来生存模式的根本性升级。新加坡的30-30愿景看上去是一个国家对农业的尝试，但背后隐含的意义是更加深远的。它在回答3个问题：人类是否有能力突破农业？必须依赖自然条件的限制，高度城市化的地方是否还能谈农业？未来的全球危机中，个体国家如何保障粮食安全？或许新加坡的案例正是这些问题的重要答案。这座23米高的垂直农场看似只是现代农业的新尝试，实际上却是新加坡主动应对全球不确定性的生存之道。那么你认为，如果你是新加坡，会不会也采取这样的行动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如果喜欢这样的深度内容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持续关注全球热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